就开始喽。然后在座应该有上过这堂课吗？我知道你有上过，你上过吗？这个地方，就是之前对训的时候，不是，对训有2次，有一次是玩游戏，有一次是上课。好，那我就要讲细一点了。就是我们今天要上校内行政，然后我们新上的校内行政就是从活动一开始要生出来到活动结束的后续的准备要做哪些事情，我都会在这里面一起介绍。好，然后在我们要筹备一个活动的时候，通常都会先开筹会。如果那个活动没有历史的话，就会从零筹开始。然后我们目前队上活动像队训啊、队友什么那些都已经有历史了，所以我们就会直接从1筹开始开。对，然后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把这些活动的内容啊、流程都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撰写企划书。好，然后企划书它里面要包含很多东西，然后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企划书是拿来干嘛的？举手。不然我就点人。有吗？企划书用来做什么事？揭露。等一下，思怡。更知道干嘛？对负责人来说，企划书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活动要往哪个方向走的一个方式。还有吗？体育，你觉得企划书是拿来干嘛的呢？还有吗？还有没有人有不一样的见解？配一。计划你们讲的都好像，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计划书除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流程啊、整体动向要干嘛，还有什么其他的吗？用途可以拿来干嘛？有没有？好，那我讲哦。企划书我们平常会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拿来申请经费。因为申请的时候，大家要先看一下你们要办什么活动，然后经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才会视情况给予我们经费的补助。然后另外我们借用场地的时候，以及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借教室啊，或者是要申请校外活动的话，我们都需要用到企划书。所以企划书在办活动的过程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那接下来我先介绍我们企划书里面需要包含哪些的内容。那大方向就是需要有活动名称，一开始最重要的我们这个活动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宗旨跟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办这个活动想要得到想要得到来参加活动的人有什么回馈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举办活动的时间跟地点，我们要什么时候办，然后要办在哪里，然后再来就是要对谁办这个活动，然后还有主办单位、协办单位还有指导单位，让大家知道到底是谁在办这个活动。然后再来就是内容，企划书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讲内容的部分。最后是预算表，也就是我们大概估算我们这个活动整体下会花多少钱这样。好，那这是大方向，然后接下来就是细项哦。那我从第一个开始，我们企划书的封面就会长这样，目前新上的版本都是这样。然后一开始这上面就是我们自己的 title，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活动的名称，然后指导单位、主办单位、时间跟地点。然后有人知道封面要让对方有什么感觉吗？就是我们封面如果把它交出去，想要让对方有什么样的，看到之后有什么感觉？有吗？有想法吗？有吗？有没有？就是封面的一个，主要就是让对方清楚的知道这个活动大概是要干嘛，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说我们的活动名称是什么，这样他们就知道他们继续翻下一页的时候大概会看到怎样的内容，然后谁办的这个活动也是
知道他未来要跟谁合作嘛。还有时间跟地点很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跟别人合作的话，别人第一个看到第一页时间不行，那他们就直接回绝我们，我们就不用再等那个他们想了很久，然后发现时间不行，再隔了1个礼拜，就变成延长我们自己的作业时间。所以第一页就把事情都先简单扼要的交代完之后，对方也会比较好回复。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内容的部分哦。那我们企划书平常需要具备就这12个内容是必备的哦。好，然后接下来一个一个介绍。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宗旨跟目的。刚刚有说过，我们企划的内容就是一开始要先知道你们活动的流程啊，你们想要办什么活动跟你们想要这个活动的目的。那像我这以队训为例子的话，因为我们队训算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嘛，所以我们每年的那个时间点要办的课程其实差不多。比如说，我们103上学期的第一个就是先让新生认识青赛。那103下一个就期末队训的话，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成果展的方向，然后以及准备还有讨论的课程，这些你们都有参与过嘛？那下学期的期初队训就是要让大家增加一些内涵。那当然，因为我们今年那个成果展有卡到，所以后来就没有办。然后下学期的就是下一个我们期末的队训，就是要让大家想一些招生的方向，跟大家怎么介绍我们青赛，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如果那一次的队训的话，有在额外加入想要得到一些其他目的，我们就会特别额外列出来。比如说这次还有加那个进阶口语表达，就是可能因为顾问群都会先观察平常大家在出队啊，或者是平常在队上的状况，然后再下去决定我们的队训需要多加一些东西。像我们可能那次刚好觉得。大家在口语的部分有一些不太妥当的表达方式，就会特别提出来，就是替大家上课，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课后指出质疑啊，或者是主持人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流畅。这样宗旨跟目的有问题吗？最基础的，有吗？没有，好。交通方式。那日期的部分呢，我们在策划的时候，通常都会先去学校下载那个行事历，看一下学校行事历那个礼拜是不是有一些重大的活动或者是考试。那如果有的话，我们活动就不会排那天。那看完学校了之后呢，再来就是看我们自己筹备人的大家的行事历是不是可以配合我们的活动那一天。对。然后最后很重要就是要再跟队员确认一下，那天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出席，然后我们就会选择人最多的那天来让大家来参加这些活动。然后地点我们通常自己办的活动都会在学校。那像干训是在校外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写校外的那个地方，比如说有一年去嘉义，我们就会写嘉义市，或者是嘉义的什么金吉农庄那种的，对。然后交通工具的话，如果是学校，我们就不会额外再跟大家说怎么去，就直接自行前往。那如果像成果展的话，我们这份计划书是要寄给有校看的，我们就会在下面备注说，要搭什么公车，搭火车过来怎么转 BRT 到我们学校，或者是他们如果是开车的话，要在国道几号下交流道溜下来我们学校这边，对，所以就要额外附上地图跟交通方式。如果是在远方哦，大家要记一下。那这边有问题吗？没有，我就往下喽。好，然后再来是主办单位跟协办单位，还有指导单位。然后另外像成果展的话，还会有赞助单位。那指导单位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课外活动指导组，因为我们是隶属在他们下面的社团。那另外如果是教育优先区的话，因为那是教育部主办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配合的去办理，那主办单位就要指导单位就要另外再填上教育部，对。然后主办单位的话，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办。那如果是跟别人一起办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对方是要协办还是要跟着我们一起主办。那主协办的差别就是主办单位他会参与所有筹备的过程，那协办单位可能就是只是来当工作人员啊，或者是来帮忙一下而已。
主协办分得清楚哦。然后赞助单位就是有给我们，比如说一些物资上的赞助啊，或者是金钱上的赞助，人力的赞助就会算是协办单位，可以哦。好，然后最后是那个活动的对象，对象就是你要让对方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是为谁而办的。像我们中小学，我们就是为国小生而办；教育优先区也是为那所国小的几年级到几年级办。对，那这边就会写得比较清楚，然后让对方知道他们怎么去帮助我们，比如说让小朋友报名啊这一类的。然后第5点是活动负责人跟联络方式，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一个项目吗？为什么在计划书里面要加上自己的联络方式？有吗？英语，你知道吗？如果有问题可以负责人。对，就是对方单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负责人联络，看是不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办这个活动，就是他们可不可以资源都会先找我们这边告知。那我会建议大家这边留电话跟 email 都有。那一开始他们联络的时候，会建议先用电话联络，因为有时候文字可能没办法把事情讲得那么清楚，会彼此之间有代沟，那你之后会就是联系起来会比较麻烦。然后第一次用电话联络完，把大概的内容啊、方向都确认好之后，就是工作分配也理清之后，就是之后的东西就可以用那个 email 来联络，这样子会比较轻松一点。好，那这边都没问题，我就往下喽。好，那为了让大家分清楚主协办单位还有指导单位的差别，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你们可以看你们的讲义，应该比较清楚。题目就是亲善，我们要在5月31号举办联谊活动。那从5月1号开始呢，干部们就开始密集的跟新闻系会的干部开了5次的筹会。那我们在筹会的过程中呢，发现我们工作人员的数量好像不太够，所以后来又找了日文系跟社工系来当我们的工作人员。那我们5月28号的晚上也跟大家一起开了行前会。请问主办单位是谁？有看清楚题目吗？文倩，你觉得主办是谁？亲善而已吗？对，亲善跟新闻系会，因为我们2个社团。一起开筹会，就从筹备开始就一起有合作。那协办单位配以日文系跟社工系，对，就是没有参加筹备会议的人，就算是协办单位。那指导单位杰如。指导单位就是课外活动指导组，这样你们都明白哈？那我就往下喽。好，第6点呢，就是活动的内容，但是活动的内容并不是要把你上课的课程名称填上哦，活动的内容是填上，就是你希望这次的活动可以得到什么效益。像我们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可以认清自己在社团的定位，然后还有增加我们团队的共识等等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玩团康活动啊，我们就是为了增加我们团队的共识，或者是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等等的。然后这时候就不用把比如说我们那个活动叫做EBI，你就不用把EBI写上去，你要写团队共识，这样明白啊？就是写的时候不是写课程名称，而是要写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可以哦，那就往下。再来就是活动流程，那活动流程很多人会跟日程表搞混，那我等下再来介绍日程表。活动流程就是当天的活动，然后从几点要做什么事，一直到几点结束，这样子的过程就叫活动流程表。然后另外活动日程表大家可以先往后翻，活动日程表呢，就是我们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比如说这边12月15号开一筹。1月6号开行前会，然后12月31可能是彩排什么的，这些你就可以先列上来，然后总召再就是
重整大家的集合时间的时候，他会比较有概念，才不会说到时候又忘记哪一天要开会，或者是会议如果安排的太晚的话，可能会造成大家事情做不完的状况。所以这些东西都会事先都规划好，比如说一筹就是固定在这个礼拜，然后看总召想要安排在哪一天跟大家开这样。好。然后呢，大家应该有看到为什么跳过一个送件审核？其实到活动流程这边以上，就可以把这一份企划书送到那个，比如说我要申请中小学的话，我就把这份企划书送给当地的北市国小的学校看，那他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流程跟内容是不是他们想要让小朋友学到的东西。然后为什么后面的东西没有把它加进去一起给对方看呢？因为后面的东西其实是主要是我们自己筹备的过程需要的东西，所以对方看的其实他们也不想知道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开什么会，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要在他们身上花多少钱，跟他们也没关系，因为他们不会给我们任何补助嘛，所以我们就只要给他们一些流程跟内容的方向就好。好，那我就继续。再来是人员分配表，那这个地方通常我们筹会第一次就会请大家先各自选组。那当然组别不只有这些，就看你那次活动需要哪些组别，你就可以自己再增加或者是减少。然后我们都会选出每个组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其他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去当他的那个小部员，那这样大家再一起分配下去那个活动。那会选出负责人是因为就是总召要联络，比如说我要联络文书组，文书组有很多人，每个人负责不同事项。那这时候总召就会选一个负责人，那他直接联络他，问他说你们现在进度到哪里了，会比较方便，不用一个一个下去联络，不然这样会很杂。好，然后呢，再来就是道具表。那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列道具表吗？不是，道具不用申请，不用跟学校说要用计划书，不用申请道具。啊？确认数量，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在活动的前一天会先把那个器材都清点完毕。就是通常如果你前一天才整理的话，你有时候会漏东西，比如说你忘记带延长线，忘记带一支笔，忘记带那个小胶带，就是很多小东西，如果你没有特别记下来，很快就会忘记，然后到时候活动没有它又很不方便，就会需要一直跑来跑去。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先列那个道具表。那我们在前一天清点的时候，就可以在点过的地方打个勾，然后确认这个东西都带了，然后也借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全部的道具一起搬到那个教室或者是那个活动地点。好，最后是经费预算表。那我们经费预算表的表格是固定的哦。我们表格的下载地点有写在小字那边，就是到课组的网页，然后章则表单，然后财产与经费与财产设备里面的一个学府经费申请表的那边申请。那学府经费申请的部分呢，它只补助就是全校性的活动。那像出去玩的那种，就是不能申请学府经费哦，就只能申请，比如说我们队训啊、成果展、干训这一类的东西才可以申请。那我们平常例行的还有中小学跟育幼院也都会申请学府经费。然后，如果我们这个企划案的没有要申请经费的话，我们的表格下面双线的下面这边都会删掉，就只留上面这一块，因为我们没有要申请，就不需要下面这些文字的叙述。好，那如果你做到企划书做到经费预算表，就代表我们这份企划已经完成了，在企划的部分完成了哦。那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送审了。那通常我们申请大宗都是申请那个学府经费，然后学府经费很重要的是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就要把我们企划书都拟好了，然后拟好之后在开学后2周内把这份计划书文件印下来，然后拿去课子组交就可以了。那如果逾时的话，就不会让大家去有这个经费的补助，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时间。
那至于学校怎么样认可我们的活动能不能办理，有人知道吗？校内的部分，怎样才算是就是合格，可以在学校办活动的一份计划书呢？有人知道吗？佳话知道吗？不知道。好，就是我们在校内的部分呢，学校如果申请合可的话，我们就是以场地单为代表。如果你场地申请有通过的话，代表你这个活动就可以办理了。那我们场单呢，也是固定的方式，就是固定的表格，然后我们也是要到课职组去下载，然后它每个学期不一定，有时候会变，有时候不会变，所以大家在学期初的时候，如果要借场地，都要先上网 check 一下你的那个表单是不是有变过。好，然后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那个场地申请表啊，很多人不会填，就是社团账号的地方。我们青山的社团账号是 PUSC5012，这是必考题哦，所以大家要背好一点。然后这个场的话大家要在活动的前3天就去申请了，因为我们在课职组申请，课职组还要报到事务处，因为场地是事务处在管的，事务组check 之后才能寄 email 跟我们说场地有借用成功。所以我们3天前就要去申请。那如果比如说你活动前2天才申请的话，你那个事务组还没有给那个场单，就代表你活动还没有被核准。那你到时候场地，比如说如果是假日的话，你就没办法申请，就是他门不会开，你就没办法在那边办活动。所以要记得是一定要在3天前。然后那边申请单位的章就是盖这个章，青善的队章。那这个章是放在那个队长的抽屉，所以大家如果借用的时候，借教室的时候就可以去队长抽屉拿印章盖。好，然后那个日期跟时间的部分啊，因为很多人目前遇到的情况都是，比如说我活动7点开始到8点结束，我就只借7点到8点。那7点以前可能有其他人在使用，变成我们就没办法偿付了。所以建议大家在借用教室的时候，提前1个小时，或者是提前几个小时，当做自己的偿付时间，然后你就可以先来教室把你要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装摄影机啊、架投影机等等的，都先弄好。然后7点正式开始，大家就是才不会那么慌乱。有些人要报到，有些人又要弄这些器材，就是场面会很混乱。然后再来活动的地点啊，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要借教室，比如说我今天这堂课我就是需要用到 PPT 跟数位讲台，那借教室的人就要先来巡一下教室，看一下这一栋或者是任楼那一栋哪些教室是有这些设备的。那我活动6点开始，我可能要从5点开始借，有没有哪些教室5点之后都没有课的，或者是5点前4点可能也没有课的，我们才能借。不然我如果借了这间教室，然后今天也有其他人在上课的话，我们也是没办法办理这个活动。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大家不要只有去巡的，然后选1间教室，你们最好是选个2、3间教室，因为你选的那间，到时候你去申请的时候，可能有别的同学借去的，我们还是没办法使用。对，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教室就多选几间起来放，到时候才不会造成你还要再另外跑过来这边再找一次教室。好，那最后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活动说明这边，我们活动说明的部分呢，通常都必须要附上企划书。必须要附企划书。那像我们比如说期中、期末大会的时候，我们那个都没有企划书啊。那如果像那种会议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就会把会议的流程写上去。比如说我期末大会6点半开始开放入场，7点开始开会，然后7点半临时动议，然后8点要庆生，就把这个流程都写上去。对。好。然后那个活动性质跟类别就是大家自己评估一下，自己勾，因为还蛮好认的。然后这份场单如果填写完毕之后，我们就是送到课职组的工读生那边让他们批单。那批完单之后，如果确认有接到教室的话，他会请你把这个单子放在他对面的盒子里面。
就是场地单存放处。那这样子还不算是你接到场地哦，你接到场地要等到可能事务组通常2天或3天之后就会寄一封信叫你去事务组拿场单，然后拿到那张场单才算是有借用成功。记得哦，拿到场单才算是场地有借到，不是填完这张表就是借到场地哦。那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假日要申请教室的话，需要额外的付管理费。那1天就是250块管理费啊，不管你借几间教室都一样250块。我礼拜6借1间，我就是付250块。那礼拜日借3间，我也是付250块。所以6加日总共付500块哦。就是不管几间教室，1天就是250。那如果没有缴费的话，你当天还是不能使用那个教室，可以吗？而且缴费哦。然后我们缴的费用都是可以拿回来对半申请，那个再还钱给你这样。借用教室可以吗？到目前，好，那这个是学校的教室借用，那另外还有分成学生会的教室借用，就是我们对半隔壁那间302教室。那302教室借用就比较好借，那我会建议大家前1个礼拜就先去登记那个时间表，比如说我下礼拜3我要开会，那我这礼拜最好就先去跟学生会说，我可能12点要借到4点，然后开会。不然你下礼拜2才去借的话，很有可能你那个时间已经被人家借走了，那你到时候又很临时没办法来借这个学校的教室的话，你到时候就会找不到地方开会，也很麻烦。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先都把教室借好。然后因为这个是归学生议会管的302教室，那他们议会是会派一个工读生在学生会的柜台那边，让大家去登记那个教室。然后可是他们的工读生时间是上12点到4点半。记得是12点到4点半哦，所以比如说我礼拜3如果是早上就要用教室的话，我礼拜2晚上，礼拜24点半之前就要先去拿那个钥匙，不然我隔天就是没办法进去。那像假日6日的话，也一定要礼拜5的4点半之前进去，那个跟工读生说明天有借用教室要先拿钥匙，不然假日完全没有半个人可以解救我们。然后这张单子它有2联，就是上面一半还有另外1联。那另外1联跟这1联长得一模一样，上1联就是填好之后就交给那个议会工读生，那这联就是我们到时候在使用的时候，还有做成报时候要留下来的那个联。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申请场地的时候也要用那个盖对章才能申请，对。然后场单啊，它其实不用自己印，就是去议会那边跟工读生说你需要借302教室，你就自己从那个抽屉里面抽出来就可以了，就不用自己印，因为网络上也没有场单的那个表格。302可以吗？可以哈。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有比较需要用到电脑，就是那个寒暑假。那像我们寒暑假成果展前，我们都要练习场地嘛。那寒暑假老师他们不一定会有来上班，所以我们都是用预约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我们开学之后要用到大礼堂或者是博多小剧场，我们也都是寒暑假就要先预约的，不然开学之后。因为很多人会预约，然后大家到时候有一个场协的时间，如果没有预约的话，你就是没办法跟别人场协，你等于自动放弃了这个机会。所以，学校会另外公布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开放网络预约，所以到学期末的时候，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什么时候预约，然后就要赶快请活动组的上去预约这样。好，然后预约网址目前都是这个。那点进去之后呢，就会出现了这个网页。那我们进去这个网页之后呢，大家要记一下我们的账号密码。我们的账号呢就是 PUSC5012，就是我们那个亲善的编号。然后我们的密码好记也难记，就是亲善，然后用键盘打出来的样子，然后没有空白键哦，所以是FUPGOLD
GO4，对，这个要记住哦，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点进去就是登录之后呢，它的右上角会有一个那个新增借用，然后再点进去之后，就要先填时间，然后再来选地点。但它一个地方就是一次只能借一个地方，但是那个时间可以就是很多个。所以比如说我需要借镜子教室好了，我就点镜子教室进去嘛。然后我礼拜一要借，礼拜二要借，礼拜三要借，礼拜四要借，我就都把时间都打上去，就是可以一次借全部，不用说一个一个借。但是如果我要借镜子教室又要借全家前空地，我就要另外分一张出来单，就要分成2次批单。然后送出审核之后，我们在开学的第1个礼拜就会请那个活动组去场协。那场协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贴很多纸，然后上面就有写说谁借了，哪些社团在什么时候借了同一个地方，那大家就会在同时挤在那边协调说这天可不可以先借我用，然后或者是谁先用这样。好，那预约场地的部分都没有问题了，借用场地也都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就换到校外活动的那个申请。校内活动是场地嘛，校外活动就是另外有一张校外活动的申请单哦。那今年的申请单是长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比较不一样，是在活动前1周就要先提出申请了，因为下面这些跑单的话，如果那个单位的组长不在的话，你也会蛮困扰的，所以建议1周前就要先申请。好，然后上面的东西都要勾选勾好。那另外如果有带队师长的话，我们就要写上去；如果没有带队师长，那个也不用填。然后因为我们是社团嘛，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班导师、系主任跟系教官这边我们都不用签名哦。有3个不用签的话，记清楚，不然你单就白跑了。然后再来那个目前我们的辅导老师是薛安姐，所以这个不是莲子姐哦，大家要改掉。这个是安姐签章。然后课职组的组长现在是莲子姐，然后生辅组的组长现在是淑芬姐，然后学务长的现在是慧茹姐，所以大家这学期如果有心要去跑单的话，记得找对人。那因为有时候人事会有调动的部分，所以大家在去找人家签名的时候，也要自己再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人。好，那这一份档案呢，跟那个场地申请一样，都需要附上企划书。那这个比较不一样是，它如果没有企划书的话，就不能申请咯。不像场地，它还可以用流程表来写，这个就是一定要企划书。那下面这边很多人都会忘记勾，但是下面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企划书。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要出去嘛，离开校园之后的东西大家都要保险，比如说我们去出队，或者是去出交流会这些，我们都是要保险的，所以需要附上保险收据影本，还有那个保险名册。那名称包含的东西，它也都已经写在上面了，看得到吗？我念给你听，就是保险名册要包含学生的联络电话，然后学生的家长紧急联络人的名字跟他的联络方式。那后2者就是家长紧急联络人跟联络方式是那个学生如果未满18岁才要列的，那如果满18岁就不用。那有没有人知道申请保险的时候需要具备，就要跟大家要什么资料？手机、身份证，还有嘞？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还有那个人的名字。那如果未满18岁嘞？紧急联络人电话，还有名字。对，所以你要出发之前要先确认一下你的身旁的朋友有没有还未满18岁的哦，因为他们需要多一点点的资料。好，那校外活动结束之后，基本上我们在申请的这个流程之中就已经算到达一个段落了，就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
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就有下一件事情要忙，就是器材的借用。那像我们刚刚不是有列一张器材的那个单子吗？如果上面的东西是我们对半没有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去外面借。那器材的借用呢，现在有课职组、学生会，然后视听中心这3个地方可以申请。那就从课职组先开始。那课职组的部分呢，是需要上网预约的，所以建议大家也是一样，在3天前或者到前1个礼拜就先上网去预约，然后先登录各位的那个校园服务网，进到这个页面之后，在最右边学务的地方的下面有一个课职组器材借用系统，然后你们登录之后就可以直接点进去。那点进来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东西，然后它上面会显示你之前借用的那个明细，这是我之前借的，然后你们如果有借的话，它也会写，然后到时候还器材的时候，你们也要再登录看一下是不是有这边已经答疑归还，不然你可能会被留记录这样。然后学期的那个年度，它会直接 key 进去，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借用申请。点进来之后就会跳到这张借用申请单。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自己登录了嘛，所以上面这2行的那个内容它都帮我们 key 好了。然后单位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自己选我们的班级，然后联络电话再自己 key 进去。然后还有你的活动名称，然后借用的时间。那借用时间建议大家选活动前几天开始借，因为课组这边的东西没有那个时间的限制，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前1天或者是前2天就先去拿来放，然后到活动的后1天或后2天，如果遇到假日就去往后延，不然如果借太紧的话，你们逾时归还会有一些罚款的部分。然后活动说明就是大概说明一下你这次的活动要干嘛，然后为什么要用到这些东西，然后使用单位就写我们，或者是你们其他活动要用到的话，你可以写你自己的单位。然后下面的抵押证件就下拉，它其实有蛮多选项，就看各位想要用哪一张押。好，然后再来就是按储存并新增租借项目，点进来之后呢，就会跳到这个画面。那因为我还没有申请嘛，我们要先填那个器材的数量跟类别。那这个下拉其实有很多东西，但我们平常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些，这边。就是动动板展示板、户外音响、舞台、小蜜蜂跟桌巾，这是我们经常比较常跟他们借的东西。然后借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它这边会写剩多少。比如说我本来就知道小蜜蜂那个课职组可能有10台吧，然后我就直接写借用数量是10，这样就是你就没办法借咯，因为他们可能被其他人借走，就剩下3台，所以不管你怎么填，这个数量都不能大于现在剩下的数量，对吗？然后填好之后就按新增，你就可以就可以借用下一个项目。然后活动前3天，送出去之后，通常第3天的时候就会收到课职组的信，他就会跟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带着你的证件去领你的那个借用的物品，所以证件到时候也要带去哦。然后他会请你在那边留下姓名跟资料，这样。好，再来就换学生会的器材借用。那学生会的器材借用呢，是前2周就要过去填写预约，然后当天的话，因为有些比较热门的项目都会被借光，所以不建议大家当天才借。那这个是这学期的可以借用的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写的蛮清楚的，什么东西可以借多久，然后什么需要租金。那特别注意的是这边的租金的意思，比如说我塑胶椅租1张是100块的租金，保证金，但是我借20张也是一样付100块哦，它不是算单位的，是算一整个东西，就是只要这一区的东西，不管你借多少就是100块，然后如果逾期的话就会扣款。那它逾期归还的话就是只能2次，那如果2次超过的话，你下学期的时候就不能再借用那个东西，不能到他们这边借用东西了。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什么时候要还，什么时候要借，
都要先记清楚，因为像这个预约，如果你晚到1个小时的话，你就会被取消预约，所以要记一下哦。好，最后是视听中心的借用。那视听中心那边比较多是一些器材的借用，就是高单位的器材，比如说投影机啊、麦克风、简报笔这一类的，也有单眼跟脚架，所以看大家的需求就可以到不同地方去借不同的东西。那视听中心也是前2周就可以去那边预约器材。那它这边比较严格，是它只要比如说我预约12点，然后超过12点15分，我就不能就是取消预约了。我就现场如果被借走的话，我就没有那个东西可以用，所以大家在预约的时候就要先填妥那个时间，确定你是可以过去的。那如果你本人没办法过去，你就要请人家拿着你的学生证过去拿那个东西。好，然后视听中心的东西都只能借2天哦，如果遇到6日的话，就可以顺延到礼拜1这样。然后他这边会罚款哦，会真的罚款。就是只要逾期1天，30分钟就算1天的，你就会被罚100块。之前简宏林就罚了好几百块，所以大家要记得准时归还。好，那最后呢，我们东西都借完了，活动就可以顺利的办完了。那办完之后呢，就到了另外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核销。那核销之前呢，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送出申请嘛？申请的时候，课职组就会回送一张那个预结算，就是预算表，然后还有他们的补助款项目，它就会列在后面。像这个他们就说我们可以在那个什么交通费补助720，然后餐饮费补助2880这样，就是看他们到时候补多少。那我们结算的时候绝对不能花的少于补助的钱，不然下学期的话就会。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给你这么多钱，你既然用不完，下学期就给你少一点好了。对，所以大家在花的时候要就是好好的花。那像你们去中小的时候，餐费不是1个人60吗？现在还是吗？现在1个人70，所以就请大家务必花到70或超过，不然就是会造成未来活动组的困扰。好，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预算可能会估太高，跟我们实际的有落差。那可能假设好了，我原本材料费是估50元30个人，然后到时候发现我其实只有15元30人只要花15块的东西的成本，就是只有450块，这样跟我那个50元的落差会差很多。所以在我们送出预结算表之前，我们要先把那个调整一下我们的单位，比如说东西都买好了，我们就除一除，如果真的不到50块的话，我们就要把这边都调好，不要到时候预算跟我们的结算差太多钱，这样别人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会把钱高估？那你在那个设评上面就是会不被看好这样。对，但是不管怎么估，你的那个钱一定都要花超过补助的费用哦，就是一定要超过450或者是刚刚好，大家可以吗？这边会比较复杂一点。然后预结算表的部分呢，就还要再另外加上，比如说印制费它没有补助，那我们就是会打上自筹多少钱，然后这个补助1530，我们就会另外打上自筹6块钱，然后最后在下面这边也做个结算，自筹的金额跟补助金额，还有我们计划经费的总额，这边都是我们自己要打好，然后再把这一份跟着我们的核销发票一起送出去的。那核销发票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申请了5580的补助金额嘛，所以我们到时候很多张发票就是加起来的金额要等于5580或者是超过。那和发票的项目也是要照着上面这些东西哦，照着上面的列的走，不要突然出现一个没有预估的在里面，这样也没办法核销。那核销这边可以吗？有一点复杂，就是到时候你们自己在走的时候可能会碰壁几次，但是你们就是大概的那个方向要知道要怎么弄这个东西，还有绝对不要少过那个补助款，这样可以吗？然后如果你们核销结束之后呢，就要在2周内，就是你送出去发票的2周内，把你们的承包书印起来，然后装订给科职组，这样才算是整个核销流程结束。
啊，如果你这学期的那个你核销完之后，可是你没有交承包书的话，下学期就可能没办法申请补助款了。所以大家在弄承包的时候，也是要准时的去交给课资组。那你们缴完课资组之后，也别忘了，就是自己要留一份那个资料，因为我们做那个承包的时候会用到。对，好，核销都没问题咯，那就进入最后阶段，就是发票的部分。那我们发票呢有分4种哦，4种发票。首先是电子发票，就是我们 7 的那一种，或者是那个去文具店那种一条长长的发票。然后另外就是2联单的发票，2联单最常出现在加油站，它一次给你2张薄薄的纸，第2张是复印的，第1张是 key 上去的。再来是3联单，3联单会比较常出现在比较大一点的卖场啊，或者是文具店里面。那它是3张纸，第1联他们会收走，反正他们会收走其中1联，然后剩下2联，1联就是我们自己留着，1联就是要核销用的。然后最后是免用统一发票收据，这最常就是在一些小店家或者是影印店会看到的。那我等下再一个一个介绍。首先是电子发票，那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在结账的时候一定要跟店员说我要打统编，然后我们学校我们的统编就是这个520247088，这也是必考题，请大家特别记起来。如果打520247077就不能核销了，而且我们核销就是会看那个发票的时间，所以过期的发票就算你有打统编也不能核销。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他会这张发票出来的时候，你自己要再确认一次是不是这个数字520247708。对，好，然后呢，我们发票拿到之后也打了统编嘛，在空白处，只要在发票空白处一定要写上谁买的，你的姓名，然后你买的东西。那像这边买的东西，它会打在这边，就不用另外写。那如果是有一些是那种乱码的，你就要特别在写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是用在哪一场活动中。然后因为这样交给总务长的时候，他才知道就是怎么分类，不然你把对序跟干序的发票放在一起，它有时候会乱掉。如果同时在进行的时候，会造成总务很大的困扰，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把你的名字，然后还有内容物，就是你买什么东西，还有你用的场次都要先写清楚。好，下一个，再来就是2联单的发票。那2联单的发票，它上面就会直接写2联4了，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发票。然后买受人的部分啊，很多都是手写的，就是静宜大学。那如果对方要求要统编的话，一样是520247708。对，不要写清善大使哦，写清善大使就没办法核销，因为我们是对学校核销，所以这个东西一律都是写静宜大学。然后2联4的话呢，这边还会有一个印章，一定要盖哦，就是那个统一发票专用章。那它的章就是比较方一点，要记一下它的形状，也会考哦。2联单有问题吗？然后2联单的时候，你们缴交只要缴1联啊，因为有1联会被那个商家收走，所以你们回来的时候就把另外1联交给总务就好。然后最后咯，3联单的时候会有3张，然后后面2张也一样都是复印的。那这边比较麻烦是这上面一样是写静宜大学，但是它同时也要再写上你的统一编号的号码。对，这个是这边的话就是买受人要写的。那如果他列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不要填了，因为这边是要填对方的。那通常对方都会用盖章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在那边填上5202478的话，那张发票就作废了，就是不能核销。所以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填的话，你可以回来再问总务说，我到底要填在哪个地方，然后要填什么名字这样。然后这个核销的时候是要缴2联，反正你们就是如果拿到发票的话，不知道缴几联，就直接都给总务长，他就会帮你们分。好，这边有问题吗？没有，就下一个，就是目前最常出现报废的发票，因为大家都会弄错，因为它真的太麻烦了。这是
免用统一发票收据。然后有些人会把它跟3联式的搞混，因为他们两个的那个需要写的东西其实差不多，但是反正就是收据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然后它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些是在右边的，这个就不要填的，因为它这边就有他们的统编。所以这边如果填5024708的话，就是等于我们跟自己买东西，这样就不能核销了，所以要填对方的这个。我们通常都不用填，反正他们已经盖章了。然后它这个统一编号章啊，跟刚刚那个专用章是不一样的。统一发票专用章跟这个不一样，形状大家要记清楚哦。就是这是圆形的，刚刚那个是比较方的。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地方一定要盖私章。有些人会把他们的店章拿出来盖，就是会变成4个字，可能什么采薇影印这样4个字，那个就没办法核销，就是作废。对。然后另外买错人的地方一样是填上经营大学，那我们品名通常对方都会写好。那数量跟单价他们有时候不会写，这个地方我们要自己写。但是你自己写的途中，如果人家用蓝笔，你就要用蓝笔写；用黑笔，你就要用黑笔写。不要人家写蓝笔，然后你写黑笔，那样就作废了，因为就是造假嫌疑太大了。对，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然后一样的是要在空白地方用铅笔，上面的发票也是哦，都是用铅笔写上，就是我买了什么东西，然后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是谁买的。所以有名字、雅竹，然后是用在社品，然后印承包书这样。好，这样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就结束喽。那我先怕你们考试的时候紧张害怕，我出几个模拟考好了，来看看。我可能会考企划书的用途。就是我们企划书可以拿来干嘛干嘛，这还蛮重要的。然后日程表跟流程表的差别给你们选。还有那个我们要送给其他协办单位的资料是要送哪些资料？然后那个预算表的部分也蛮重要，大家要就是看清楚啊。刚刚没有讲到，就是那个预算表不是有那个嘛，计算基础那边都是要写清楚哦。比如说我那个授课中免费，1堂课外师的话都是1600块最高，所以我就要写1600元，然后斜线每个小时，然后看我那个课排多久，我就乘以几个小时这样。就是加加减减跟乘除都是自己要列清楚的。然后再来就是学府经费的申请时间，然后需要附什么东西。然后那个表单啊，一定要自己会填哦，像是场地申请表啊，或者是校外活动的申请表，自己都要会填，然后知道哪里要填，哪里不要填。如果你们多填扣分，少填也扣分。还有，我们社团的代号跟那个借用系统的密码。然后，好，现场来一个考题。我期末对训的时候借了一台借了那个4个长桌，然后1台相机，还有一个滚筒延长线大的，还有一个大声筒，这样我要付多少保证金？答案吗？400，对。到时候如果有出这一类型的考题，我会把这张表单就是附在下面给你们做参考。但你们要自己记得，就是说我不管就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比如说长桌、推车、倒立牌还有那个塑胶椅，不管我借了多少，都是100块。
就是同一个类型都是一样的，只收一次费用，不会多收。好，然后还有核销的部分，我会让大家试着去调整那个钱的差异。然后比较要注意的就是各个申请项目的时间，申请的时间，然后需要付的东西这样。那最后最重要也是那个发票，统编必考题，然后买受人也必考。然后要用什么笔在发票上写上什么资料，这样大概就是方向是这样。然后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私下询问。那今天的内容有什么听不太懂的地方吗？要趁现在问的话，这礼拜就要考试喽，有吗？这礼拜有不能来考试的吗？记录，那你再帮我在那个网页上登记说你没办法考试，然后之后再